大家好，我是扫地僧。很多人都去骂那些想要躺平的人，比如说垃圾，已经是我听过最体面的话了。但我却很想对躺平的人说一声恭喜你，因为你开悟觉醒了。我们说电影里面有一种人是完美的，天生的学霸，体育又好，从小呢就有很多女生喜欢，然后考进传统的名牌大学，结识了后来的人生伴侣，毕业以后呢就成为了一个学识渊博的教授，拿了无数的奖项，而且子女呢都很聪明，是不是这样的？但现实的结果呢，这种人是最悲哀的，有所谓的好工作，所以他们可以勉勉强强的买得起房子，然后呢背着几十年的房贷，等到他们结婚了又不敢惊动任何人，生怕大牌沿袭啊。因为肚子里面的孩子，他需要的每一件东西都是需要花钱的，而最恶心的是，当你这个孩子长大了以后，他又开始出去竞争，目的呢就是要成为像你们一样的中产阶级，然后供养你们这对父母。所以连这么完美的人都混成这样呢，那大部分自认为普通的普通人呢，就选择了躺平。那既然我怎么混都混不出点什么，那索性就放弃什么狗屁梦想啊，不要什么人生目标啊，佛系的进入了低欲望生活的状态，这样就好了呀。你房价很高对吧？那我不买不就行了吗？你结婚很难对吧？那我索性连女朋友都不找了。你生孩子很贵是吧？关我什么事？我不生不就行了吗？你们总说生活艰难，说实话有多艰难啊？刚才说的那些我都不去做，我不就有钱去吃喝玩乐吗？而且大家家里面上网打打游戏，不就是每个人梦寐以求的生活吗？反正我们绝大多数的人努力了一辈子，依然过不好这一生，努力了一辈子，可能也去不到富二代的起点，努力了一辈子，可能也买不起房子，付不起聘礼，娶不到老婆，那为什么不去提前躺平呢？我告诉你，躺平就是达到财富自由的第一步。如果一个人不认可躺平的观念，就一辈子只能成为金钱的奴隶。不过这部影片更多的是提供多一个选择给你，如何在一念之间从一无所有的躺平变成一无所缺的躺平。简单来说，就是我们可以为了自由而有所牺牲，但不将就。首先呢，请允许我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的兄弟姐妹们，不仅可以获得时间上的自由，还有财富上的自由。而这个频道是专门培养老板、投资家、有钱人的。如果你不想错过这些资讯，你可以考虑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打开小铃铛。首先，既然躺平是财富自由的第一步，那我们就要先知道为什么要去躺平。因为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读书并没有什么用。请问一下各位，从小到大花费了多少钱在读书上面？学费很好算的，但学费以外的钱呢？从你学会走路到你22岁的这段时间呢，你是只有支出没有任何收入的状态的。那钱花在谁的身上？校长和老师的薪水上。但是这笔钱可能已经是很多人除了买房以外人生最大的花费了。你可能会觉得我这些话会得罪很多传统的学校，但有一次同学聚会找来了当年的老师，他说看了我的影片之后都不敢对现在的学生说你们往死里面去学习，考上了大学就上岸了，就是人生赢家了。他现在只是说考大学是为了实现我们的梦想，因为他害怕有朝一日我们被社会毒打了之后，让我们感觉到不公平、心寒，甚至直接心态崩溃。比如说莘莘学子是付出了多少时间、汗水和努力才成功考上了好大学，但是这么多的成本投入进去，远比不上一个无学历、无知识、无技能的网红发了一个帖子或者一部影片所赚到的钱。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也不能够怪老师们，因为他们也是善良的，也意识到这一点。因为这个世界股价、油价、比特币的价格都有机会下跌，唯独我们教育的费用却不断的增加。今天很多人把孩子送到美国读书，所以为了这成千上万的学生不会因为钱而接收不到高等的教育，那政府呢就给他们提供了学费的贷款。但是这种贷款却可能是所有借款里面最坏的一种。比如说我们借钱买房、借钱做生意、借钱还信用卡，我们都可以宣布破产来清理债务。但今天就算一个学生死亡了，如果父母是他们的担保人的话，这个债务就会延续到父母的身上。也就是说，当你毕业，无数的学生并没有因为这一张文凭而变得富有，反而已经背上了负债而更加的贫穷。这还是没有算利息的情况下，很多的地方学贷都是要收利息的。
这个利息一年又一年的增长。比如说你去美国随便读个牙医啊 MBA 之类的，你62岁都可能还在还学贷，这个时候你可能还是会觉得很值啊，因为当一名牙医可能就是你的梦想。实际上这可能只是你给政府或者资本家付的第一笔钱。当年的美国总统选举，奥巴马透露了他年收入是300万美金，而他要交 20.5% 的税，而他的对手米特呢，年收入是2100万美金，但他要交的税只是 14%， 甚至是更少。甚至后来的特朗普、巴菲特、比尔盖茨这些企业家，他们持有了世界上 80% 以上的财富，但他们交的税甚至比他们的秘书还要少。也就是说，只要你是一名打工人，你工作越努力，你交的税就会越多。然后呢，薪水里面也要抽出一部分来，名义上是准备以后的退休金，实际上是给基金经理作为投资的本金去支撑股市。而最恶心的是，老年化的问题还越来越严重。简单来说，就是怎么样被社会毒打，心灵已经有多么的疲惫，但反而活得更久。今天的65岁其实只是相当于以前的45岁。如果医学更加的进步，你的孩子可能90岁甚至120岁才会被叫做是老年人。所以越来越多的人开悟觉醒了。我们不仅仅看到硬币的其中一面，比如说为了让更多人接受高等教育，另一面呢，就是为了利用学贷来增加财政收入。比如说高薪水的工作，另一面就是多交点税给政府。再比如说活得更久，就是退休要更晚。所以就流传了两种风气，一个叫做摆烂，另一个呢叫做财富自由。而两者的前提都是要意识到这些，并且希望做一件事，就是躺平。为什么想要摆烂？简单来说就是退出游戏。我们说体验生活，其实就跟我们打游戏是一个概念的。我们的人生就是一场游戏，而这一场游戏里面 3% 的强者就是制定游戏规则的人，用现在的话来说，他们就叫做富人，而其余 97% 的人呢，就是穷人。这个社会的运作就是 97% 的穷人供养着 3% 的富人。比如说你辛辛苦苦的工作，但为了跟富人走近一点，你就要把几个月的薪水去购买他们设计的包包，钱最后又回到富人的手上。所以有的人就会说，我不会再受到你们这些富人的控制，于是呢就开始了地狱妄的生活，简称摆烂。你有钱人无聊的时候带个女生出去兜兜风，喝喝酒，对吧？我待在家里面玩玩赛车的游戏，看看日本的小电影，然后去一些认识女生的社交平台玩玩暧昧，聊聊天，那个快感不就是都一样的吗？还谈什么恋爱，结什么婚，直接砍掉所有现实里面的生孩子的成本。你别以为生孩子就是怀孕的时候开始有成本哦。要不要请女生吃饭，看个电影，还有一起去个旅行呢？这个就是现在的人选择摆烂的原因。大家都是成年人了，说实话，只要对自己的人生负责，并且不影响别人就行了。但很现实，这样的模式要实践起来呢，只有3个方法。第一，出家，让寺庙去养你，但是你又做不到无欲无求，那只能选择第二种，啃老，让父母每个月给你生活费。那这个是有门槛的，富二代的话我接触过是可以的，比如说他们的老爸是我的前辈，他们宁愿你待在家里面，也不要去搞什么投资啊、创业啊，因为这可能连他们的身价都要赔掉的。而普通人想要啃老可以，面对的就是可耻的问题，你不介意的话也可以啊，但是你要确保你的父母要持续的工作，不要生病，也确保他们离开之后财产供你去花，最重要的是他们愿意留给你。反正你也不打算要小孩，整个家族呢在你这一代就结束了。有的人就是这么想的，那其实也不是什么坏事，我们求之不得。如果每一个人都在拼命的话，那麻烦就很大了，会打起来的。所以有的人必须要是无欲无求的，这才是稳定的结构。你可能会说，这样下去社会不就完蛋了吗？想不到你扫了一声也会提倡这种风气。因为说实话，我蛮欣赏新加坡的，他们有很大一部分的人都是住在政府提供的廉租房里面，无欲无求，一辈子也没有想过跨越阶层，也不会去读什么大学，平时饿了就吃。虽然住的差一点，就是人家开个水龙头你都能够听得到，电梯呢也不是层层停的，但满足就好，有地方住，过着简简单单吃喝不愁的生活，就是这么简单。但这样会不会影响整个国家呢？按道理他们的房屋问题都解决了，没人接盘了，那房价不就会一直下跌了，对吧？
21年他们涨了 10%，22年他们涨了 9%， 他们的租金中位数呢是$2500。因为一个国家发展到最后，富人跟穷人是分开的，你富人有富人的炒房，穷人有穷人的自得其乐，互不影响。然后你可能会觉得啃老或者是这种生活是不能接受的，那就证明了你对生活还是有点要求的。所以第三个方法，先苦后甜，先工作再裸辞，你觉得可行吗？你必须要接受一件事情，就是当你选择摆烂的时候，就要接受你身边有的人不去摆烂，因为你放弃了跟他们竞争，升职加薪的机会就会自动让给他们，导致了钱比你多，资产和物质都比你丰厚。你是不是真的可以接受这种与世无争呢？你有没有发现网上提倡摆烂的人，最后自己却买了房子？你去Google上一搜一大把的，那有没有一种被出卖的感觉呢？就好像小时候有的人总说自己没有复习，当你心安理得了也不去复习的时候，你考了最后，他却考了第一。当时你还以为他是天才呢。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在俗称内转的竞争环境下，有的人就会跑出来，用摆烂的这种文化去洗脑其他人，让他们退出竞争，然后把资源都让出来。所以你想一下，教你摆烂的是什么人？有一本书呢叫做断舍离，我不是说这本书教人摆烂啊，但是很多人就把这种极简主义偷换概念，包装成摆烂的文化去传播，最后的结果呢，就是那个作者财富自由了，而那些被摆烂文化洗脑的人呢，就会对现实世界麻木。一个人一旦没有了目标和动力，他就会给自己找一个寄托，慢慢发现我是谁根本不重要了，我支持哪一个品牌、明星和 YouTuber 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流量到底是谁提供的呢？是那些想要摆烂的人。我们去看看那个美女主播吧，去看看人家打游戏吧。也就是说，流量带来了资本，资本催生了贫富差距，贫富差距引发了摆烂，而摆烂又继续为资本提供流量。所以如果这三个摆烂的方法你都不能接受的话，你要做的就是想办法财富自由，而财富自由的方法就是跟着游戏规则去赚钱，顺势而为，也就是跳出打工的圈子，自己做生意。YouTube 上有25亿人，你只要有1万人，每人给你100块买你的产品或者是服务，你就会瞬间获得100万。创业是一门科学，是可以复制的，你缺的只是一个师傅。我们的创业商学院的学费在11月16号将会涨到$1000，因为我们有一套已经被市场验证年赚7位数美金的 SDS 系统，可以让你搭建起你 YouTube 的被动收入。这可能会颠覆某些人对赚钱的理解，因为这套系统呢，不但可以教会你获得流量那么简单，最重要的是让你知道如何让无数的商家还有潜在的客户排着队去等你，求着你把产品卖给他，并且他们接受更贵的价格，就像大家都在等排队买 iPhone 一样。我会直接告诉你有什么可以做，怎么做，包括怎么选题，怎么制作内容，怎么制作缩图等等，还有很多重要的细节。最重要的是，当中结合了我很多做生意的道语术，就算你不懂互联网，不懂设计，也没有接触过创业，你都可以学懂。如果你有兴趣，你一定要透过影片描述上的第一条链接走进我们创业商学院，因为在倒数结束前加入，还可以获得我额外补贴的学费优惠。另外，我还会送赠财富自由品书会永久的会籍，我会在里面不定期的更新财富自由的课程，包括销售啊、地黄书啊等等。我们团队还会为你解读100本书的精华。最重要的是，我们拥有一个强大的 Facebook 精英群组，里面几千人互相的抱团，互相的交流赚钱的第一手资讯，互相的认识。那么，如果你真的想要改变命运，想要跟着我们学习互联网创业，真的一定要把握我们这次最后的优惠，错过了就保证不会再有了。所以同样是追求躺平，但对于我们来说，除了财富自由之外，没有任何的选择。我们不可能摆烂，所以我们只能顺着游戏的规则，顺着趋势，让赚钱变得简单和自由。而要做到这件事情呢，全在我们一念之间。把穷人的思维反过来，就是富人的思维了。摆烂跟财富自由之间最大的区别，就是一个是索取，一个是付出。穷人喜欢索取，不断的索取，自己不付出什么，最终导致别人都离开了。而老板能够富有的人呢，都是付出型人格的，我们不怕吃亏。富人思考的模式是获得自己该要获得的，靠自己的能力去获取。
我们追求的是大家一起赚钱，是一个双赢的游戏，所以我们会去帮助别人，并且感恩帮助过我们的人。而穷人呢，喜欢占便宜、消极、贪玩，记不住别人帮助自己，只记得别人欠了他什么。我自己的经历啊，我公司以前招了几个00后的员工，我希望他们好，花了无数的心思和时间在他们身上，然后他们就会觉得是理所当然的。你给了他们钱财呢，他们觉得无所谓，你就应该是这样的，那无所谓的，对吧？一起解雇嘛。而后来呢，我招回来的员工，我就会看他们懂不懂得感恩，因为这是最好的标准，是确定他以后会不会富，是不是一个人才的标准。而当员工都是富人的时候，我自己也差不到哪里去的。所以你看看自己是不是一个穷人。我们不是说没有钱是一个穷人，不是的。李嘉诚在他没有钱的时候，他也是一个富人，只是时间的问题。所以一个人为什么想要去摆烂？因为那些人上班的目标呢，就是去消灭公司和老板的，让你变得更穷，最好是跟他们一样就很开心了。而什么人会变富呢？就是希望大家都好的人，我能吃肉，你也能够吃上肉，最起码也能喝个汤。富人懂得互相合作，懂得你帮了他，他就应该帮你。富人不断教育身边的人都变成富人，大家一起工作，赚钱以后呢，就去享受自由。富人习惯性是群体作战的，习惯性是加入富人的群体合作，习惯性付出，习惯性感恩。我们是人抬人的，而穷人呢是人踩人的，这个是第一点。第二，我们不喜欢化学物理，只学习帮助我们财富自由的知识。富人的头脑跟穷人的头脑是不一样的，他们喜欢接触和愿意接触的信息呢也是不一样的。对于信息，有些人是主动排挤，有些人是主动吸收的。穷人不喜欢用新的工具，比如说电商来了， YouTube 来了，人工智能来了，穷人都不喜欢的。等到大家都去用了，都赚钱，然后财富自由了，穷人才恍然大悟，然后摆烂。我们是什么生意先进，什么理念先进，我们就学什么。富人打架呢，就是拿一把枪，谁都怕他，而穷人就在那边锻炼肌肉，他自以为谁都怕他。我们赚钱是为了买更好的装备，而穷人赚钱呢，是为了买更差更老的设备，甚至是不买设备，用体力去工作，然后就说啊很辛苦啊，竞争不过啊，然后就摆烂。富人就算没有钱，也到处花钱培训自己的软实力，因为头脑是最赚钱的资产，投资什么也比不过投资自己的脑袋。富人喜欢学习，为学习付出时间、精力、金钱。我们的学习呢，是为了拯救自己，自己开公司，自己独立，自己打造一个团队去赚钱，让自己更富足。所以我们通常会加入一个社群，让导师去培训我们，跟着各种富人不断学习先进的营销知识、流量知识、变现知识，还有合作知识。因为我们都知道，资讯和知识才是最值钱的，其他都不值钱。而穷人认为学习没有用的，培训的文化、软实力的那些都是没有用的，还是出体力好。他们认为用体力赚钱是很实在的，所以他们固守、保守，不愿意学习，也不愿意为学习而付费，认为一切都应该是免费的。穷人为什么不愿意学习啊？不愿意自己去做项目啊？因为他们害怕失去金钱，失去学费，失去开始的投资。穷人也坚持不下去，为什么？因为坚持是一种消耗。他们就算去学习，还是为了打工。打工能赚几个钱呢？一个人是摆烂还是财富自由，看他能否坚持的去投资或是创业，坚持的去学习先进的人的思维模式，即便是损失了钱，也要继续上。今天你去跟一个穷人合作，他不能理解你啊，你已经很有钱了，为什么还要跟我做生意？你是不是想要把我的钱赚走？你是不是一个骗子？就好像大部分的人都不能理解小米的雷军为什么要投资1个亿美金去做新的项目？1个亿自己享受不好吗？这个就是摆烂跟财富自由的差别。现在都已经进入了互联网时代，而且通胀只会越来越厉害。如果你只有一种收入的方式，甚至说你还是一个打工替别人赚钱的人呢，那么你不穷谁穷啊？你公司不倒闭谁倒闭啊？我们说互联网不是让你换行业或者重新适应一个技术，而是说把你的兴趣强项或者是产品搬到互联网上。你以为互联网赚钱很难，恰恰相反，比你去学烹饪、学开车更加的容易。以前智能手机刚出来的时候，每个人都觉得很难，为什么？因为他们不愿意去接触。那现在谁都在用智能手机，对吧？我告诉你，我们人类已经在互联网上生活了，
而以后只会越来越多的人在网上赚钱。如果你不去霸地盘，不去垄断市场，那么以后那些像当年一样第一批下海创业、第一批进去挖金的人，将会从一无所有的富起来。但这个人绝对不是你，你站在原地只会被淘汰。很多人都不信的，以为自己进入了大公司就很稳。但现在有多少的大企业裁员啊？苹果、微软、Tesla 都大裁员了，那怎么办？我告诉你，未来最稳、赚钱最多的资产就是你的自媒体品牌。大量的不懂如何赚钱的几岁小孩都已经能够做得到了。为什么我和我的弟子可以年赚7位数美金？因为我们在网上有一个24小时自动赚钱的生意，我们是前期勤奋打拼，后期越懒惰越赚钱的。如果说你现在想要跟我结个缘，有一套系统可以让你跟着去学习网络创业。来，今天我有一个2023最新的网赚培训营，价值300美金。但如果你跟我结了缘，只要你免费的订阅我，为这部影片点赞，这个培训营不需要300、200、100美金，甚至10美金都不用，我完全免费的送给你，把我的商业机密交给你。真的，名额不多了，各位，赶快免费的在影片描述上的第2条链接报名吧。所以第3，我们可以为了自由而放弃面子。注意，只是放弃面子，而不是放弃自尊啊。什么样的人需要面子呢？没有内涵、没有文化、怕人嘲笑的人就越需要面子，因为你一说话，他就会觉得你伤害到他了，他还说你装，然后受不了就辞职，所以压力很大。马云说，男人的胸怀都是被委屈撑大的，这句话是说给所有的富人听的。因为穷人对这些都是没有感觉的，他会觉得为什么要受这样的委屈啊？我不喜欢我就走啊，为什么你要教训我？为什么你要 PUA 我？为什么你要洗我脑？那么这种人呢，赶快去摆烂吧，不要来工作，因为你要选择最适合自己的道路，就是啃老，拿政府的资助。而真正能够获得财富自由、提早退休躺平的人，都是先苦后甜的。但不同的是，他们会选择好的老板、好的师傅，然后不要面子的虚心学习，并且提供价值。一个人是否会富，工作是否会做得好，就看他要不要面子。经历越少的人呢，就越要面子；经历的越多的人呢，大风大浪都见过了，就不喜欢生气了，不喜欢那种虚无缥缈的东西了。你看越王勾践还吃过粪便呢，这还有什么面子吗？所以他最后成为了春秋五霸，简单来说就是财富自由了。人其实不需要面子的，别人给你面子呢，其实是一种自保，一种自我防护。面子是对待玻璃心、对待穷人的武器。富人都知道自己的自由和时间才是最重要的。你给我面子，但我依然还是个穷人，这个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所以想要摆脱打工的死循环，躺平就是唯一的选择。但躺平并不是只有摆烂这个选择，还有财富自由。而摆烂并不是真正的自由，并不是真正的轻松，只是逃避的借口。相反，财富自由并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困难，因为这一切全在你的一念之间罢了。好了，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留言，只要你们能在我今天说的内容里面找到1-2句话是有用的，能够帮助自己的人生过得好一些，我就心满意足了。那么接下来的每周四8点30分，我都会继续分享关于成为富人、企业家、投资家、达到财富自由的免费信息。如果你不想要错过，我还是呼吁你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打开小铃铛，然后无私的把影片分享出去。我真心的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的兄弟姐妹们早日达到财富自由。好了，我们下个礼拜不见不散，拜。